男人只是瞥了一眼门板上的缝隙，却无意间发现了监狱的漏洞，于是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便趁狱警不注意，偷偷的把勺子放到了地上，还不放心的往前踢了踢，接着又在放饭盆的时候顺势用脚将其挡住。本以为狱警会发现，没想到这个家伙就像瞎了一般，直接就拿走了饭盆，却不知道勺子还在囚犯手中。有了工具，便有了逃出去的希望。随后，男人将勺柄放在地上，使劲的打磨，直到它变得很锋利为止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就迫不及待的来到门前实验。果不其然，木板一下就被撬开了，这让他瞬间就看到了自由的曙光。但很快就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，那就是他不能太用力，因为力气太大的话，势必就会发出巨大的响动，引来狱警。每一步他都要很小心，如此一来就必定会拖慢进度。不过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割下来的木屑则要及时的清理掉，避免被狱警看到。而且他还要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要立马撤回来。不过即便如此谨慎，还是被对面的狱友听到了。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男人，却没想到他不仅没有选择告密，甚至还决定给对方望风。一旦狱警过来，他就会咳嗽2声，这样一来，男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工作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木板逐渐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可他又不得不考虑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狱警查房时发现这些缝隙怎么办？不过这难不倒身为军人出身的他。第二天，男人就找来了一坨废纸，将其放到地上沾满灰尘后，再丢入到水杯中打湿，最后再用它将门缝塞住，狱警绝对看不出来，需要工作的时候再将其取下来即可。很快，木板的四周都已经被他凿开了一条缝隙。就在他以为时机成熟可以撬开门板逃出去时，却发现这东西实在是太结实了，就算勺子都撬断了，门板还是纹丝未动。但男人依旧不肯放弃，他用衣服包住剩下来的一部分继续尝试，可结果还是一样。就在他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时，事情却迎来了转机。在放风的时候，他无意间发现窗台上遗落了几把勺子，他二话不说就偷来了一把。在2把勺子的加持下，木板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。起初他还不敢太用力，因为动静实在是太大了，一旦被狱警听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直到对面的狱友发来信号，男人才敢加大力道。下一秒，一大块木屑就被他硬生生的撬了下来。就在他想要继续操作时，外面却传来了狱警的脚步声。他赶紧小心翼翼的将掉下来的木块又重新塞了回去，就连地上的木屑也要一并捡起来，然后完好无损的放回去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仍旧不放心，随后又拿来铅笔涂抹在缝隙上，直到变黑为止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偷偷跑过来凿门。再加上狱友的帮助，1个月后，男人终于撬开了门板，但他并没有着急出去，因为现在还很危险。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才敢慢慢的探出头来，确定周围没有狱警的脚步声后，他悄悄的来到了走廊上，然后将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了隔壁的狱友。对方也不敢相信他竟真的成功了。不过想要逃出去，这还远远不够，他必须要摸清监狱的构造，制定出最安全的逃生路线。经过观察，他发现监狱里所有的大门都有层层防控，每一把钥匙都由不同的狱警看管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楼顶上离开，这样一来就不用冒险偷钥匙了。可要怎么翻过高耸的围墙呢？看着自己的床铺，他瞬间就有了主意。下面的铁丝不就是一个天然的绳索吗？很快他就将其拆了下来，只留下一部分睡觉用。随后他又把床单撕成条状，将其缠绕在铁丝上，如此一来，一个攀岩绳就做好了。但他还需要一个搭档，于是他把凿门的方法告诉给了对面的狱友，希望对方能和自己一起离开。狱友决定先尝试一下他的方法后再说。几天后，他找到男人，表示他的计划太过麻烦，还很容易被发现，而且即便有了绳子，没有铁钩也是徒劳，所以他决定先试一试自己的办法。可第二天他就被狱警带去问话了，回来后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只要男人一靠近他就会被狱警赶走。就在这天出门到马桶的时候，狱友突然就开始朝着前方狂奔而去，似乎很着急的样子。他见状连忙追了上去，没想到这个家伙竟在衣服里藏了一个钩子，下一秒他就突然跑向了围墙那边，显然是要越狱。对于他的这一举动，其他囚犯都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讶，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。男人深知狱友想要做什么，事到如今也只能在心里为他默默祈祷了。很快一天就过去了，就在他以为对方成功了时，第二天他就被重新抓了回来。紧接着房间里便传来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，惨叫声停止后，狱警才从里面出来，后面等待他的不知道将会是什么。等狱警走后，他赶紧询问对方的情况。Ils vont me fusiller? Tiens bon, Orsini, sûrement pas. Ma corde a cassé au second mur. Il te faut décrocher, Fontaine. Quel crochet? Comment? Avec quoi? Le cadre de ta lanterne. 随后男人便把目光转向了灯架，可在晚上吃饭时，狱友却被狱警带走了。不多时就传来了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他深知自己如果不将越狱计划制定的天衣无缝，下场也会跟对方一样。随后他按照狱友所说的取来了灯架，接着再用勺子拧开上面的螺丝，便得到了一个铁架。可要怎么处理这块玻璃呢？方法也很简单，先将其放到被子下面，然后再用脚小心翼翼的踩碎，紧接着再倒进马桶里，最后趁着每日清理卫生的时候偷偷的处理掉。接下来便是制作越狱工具了。他把取下来的铁架子掰成钩子的形状，但仅仅2个还不够，他又用床板上的铁丝将2个相对较短的部分做成了第3个钩子。为了确保越狱计划万无一失，他将其挂到窗户上试了试，发现钩子很结实，完全可以承受住自己的体重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藏到了窗台下面。却在这时，监狱突然吹响了集合的哨声，很快犯人们就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操场上。狱警表示，刚刚有人私自往外面写信被枪毙了，接下来他们会进行大搜查，晚饭之前有铅笔的必须交出来，否则被查到立马就枪毙。
等狱警过来询问时，男人便将铅笔偷偷放到了背后，然后表示自己没有。不过好在他后续藏得比较隐秘，对方在第二天搜查时并没有发现。但他现在必须要抓紧时间了，因为有了对面狱友的教训，男人将家人寄来的衣服全都撕成了条状，就连毛巾也都没放过，只为了加固自己的绳索。但仅仅2条还不够，他又用隔壁狱友悄悄丢来的大衣以及剩下的布料又重新做了1条。可一个人行动始终不太方便，为此他一直在尝试寻找队友，但每次都会被拒绝。C'est du roman. Vous voulez vraiment partir? Je suis prêt. Alors n'attendez pas trop. 可就在这天，男人被带到了典狱长那里，原因是他的案子已经审理结束了，他将会被执行枪决。对于这个结果，他其实早有预料，所以一进来就开始计划越狱了。只是当典狱长真的宣布后，他还是不免会有些害怕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男人一直忐忑不安，他担心自己会被马上拉去枪毙，又或者说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先前的那个牢房。如果回不去，那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好在最终他还是回来了，不过牢房里却多了一个新狱友，是一个年轻的法国士兵。据了解，他是被送来顶罪的，因为他的出现，男人的越狱计划又要被耽误了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找对象就来真的，上牵手，主打高学历高质量，全面信息多重审核，假人秒封。找对象掌握选择权，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。找对象就用牵手。他不知道这个名为查理的男孩值不值得信任。T'avais plus de temps à perdre. Il allait falloir choisir ou emmener Vost avec moi ou le supprimer. Mais tuer de sang-froid ce gosse, en aurais-je le courage. 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他很是照顾这个比他小将近16岁的查理，目的也是为了观察他。狱友告诫男人，他不能再耽误了，要赶紧离开这里。典狱长随时都有可能将你枪毙掉。终于在这天晚上，他做好了决定。他取下钩子，悄悄地塞进到被子里，然后又趁着洗漱的时候，把逃走的方法写到纸上，送给了狱友。Adieu. 在交代好一切后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回到牢房后，他便将自己的越狱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查理。他做了2手准备，倘若对方不同意，他就立马杀了他。却没想到这个16岁的男孩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要知道，一旦失败，可是会被枪毙的。随后，男人又按照之前的方法加固了3条绳索，用栅栏试了试，很结实。在布置好一切后，他便来到窗边给隔壁的狱友道别。Adieu, mon ami. 越狱计划正式开始，很快2人就悄摸摸地来到了房顶下面，先由男人爬上去，接着再由查理递来绳索，每一步他们都要很小心，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来，甚至地上有沙子都要立马停下来。好在监狱旁边有个火车站，火车经过的声音可以很好的掩盖住2人的脚步声，但他们还是要时刻注意下方狱警的动静，一旦对方过来巡查，就要赶紧停止行动。仅仅10几米的距离，他们就花费了将近20分钟。随后2人便来到了宿舍大门的位置，想要逃出去，这是必经之路，可下方又有持枪的狱警把守，他们24小时不间断的轮换，根本没有丝毫的空档可言，所以男人必须要干掉对方。可他们手持机枪，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打成马蜂窝，他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害怕。J'entendis sonner minuit, puis 1 heure. 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失，他必须要做出决定了。此时另一边的查理已经进入了梦乡，他小心翼翼地叫醒对方后，便一起将绳子扔了下去。男人本想让对方先下去，但查理却摇摇头表示不要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身先士卒爬到了绳子上，有火车的声音作为掩盖。不一会，他就顺利地来到了围墙下面。他悄悄地拿出铁钩，然后躲到了一旁的墙角处。这里是狱警的视野盲区，虽说手里有武器，但他还是会止不住的紧张。男人只感觉自己的心脏正在砰砰地乱跳，他只能用双手死死地捂住胸口，强迫自己放松下来。就在这时，狱警朝这边走过来了。他仔细听着对方的脚步声，直到他转身回去时，恰好火车也出现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毫不犹豫的就冲了出去。1分钟后，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随后他就示意查理可以下来了，因为他成功的解决掉了守卫。紧接着2人就爬上了另一堵围墙，接下来他们只需要去到对面就自由了。虽然岗亭里没有守卫，但却有个不断骑着自行车来回巡视的狱警。趁着对方转身的间隙，男人将绳子扔到了对面，接下来他们就要利用这根绳子爬过去。可下方的狱警成了他们最大的阻碍，一旦被发现将逃无可逃。即便是男人也不由得害怕了起来。2人就这样缩在墙角处犹豫不决，直到凌晨4点的钟声响起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趁狱警还在围墙的另一边巡视，男人赶忙爬到了绳子上，然后就丝毫不敢耽误的朝前面挪去。不多时，他便顺利的来到了对面，接着又赶紧跳下围墙。有了男人的示范，查理也很快就爬了过来。故事的最后，2人成功逃出了监狱，朝着自由的曙光前进而去。